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谈到这个国际的问题啦。在南海方面呢，中非又冲突了，而且这一次呢还见血了。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这个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的海警在南海人暗杀对菲律宾的海军人员采取暴力而且具侵略性的行动，说他们用木棍去击伤了一名菲律宾士兵，还造成了菲方的橡皮艇受损。但是对于这个菲律宾的指控呢，中国的海警船直接公布了画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中国的海警一艘小型的巡逻艇呢，会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来例行巡逻的时候啊，结果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的57号舰呢，释放了2艘橡皮艇，多次的无视警告，用危险的方式快速接近，而且呢围顶冲撞中方的巡逻艇。而且中方的海警就强调啊，菲方的人员呢，他们是先怎么样？先挑衅，使用划桨啊、长棍等工具去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甚至呢，现在啊，这个中方呢也去召集了这个菲律宾的驻华大使要怎么样提出严正的抗议。好，但是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人就在菲律宾，他对于这件事情呢，竟然是谴责中国，说他们都在南海挑衅，还说什么？说不要把贸易当成武器说呢，中国对菲律宾呢采取的是非常危险而且侵略的行为。好，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呢，原本说了。大陆呢跟菲律宾外长呢有可能要在这个东协的外长会议来见面。如果这一次见面的话呢，就是2024年以来两国的高级外交官的首次见面。结果现在发生了这一起冲突，两方还能不能够见面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说呢，继续关注吧，因为看来又有变数了。好，那除了菲律宾之外呢，日本也是积极的在警告世界说什么？说中国非常的危险因为呢，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舰队呢，最近呢一直不断的联手演习。好，所以现在呢，日本的防卫省就说啦，说中国海军一艘飞弹驱逐舰日前跟俄罗斯海军编队在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礁专属经济海域内来进行实弹演习，还说这个演习区域就直接扼守了美国关岛增援台湾的一个关键航道。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张地图之前呢就有说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船舰呢，不断的在这个与那国岛宫古岛西标岛这边来进行这个巡航。那之前呢，它跟俄罗斯呢也是直接在对马海峡还有北九州这边，那现在就连冲之鸟礁这里的海域呢也来进行实弹射击但是中国敢在这个地方去进行实弹射击，似乎也是认为这个冲之鸟礁它只是一个礁，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专属经济海域嘛。好，那这件事情呢，我们高市早苗在干嘛呢？高市早苗他最近就称自己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家务说周末从清晨到深夜都一直在阅读厚厚的文件，还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还要处理数百数千的邮件所以呢，偶尔的私人时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就被占据了，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他这样子发牢骚，似乎是想要塑造点亲民的感觉，结果呢，引发了网友的讨论，说呢，你这样子发牢骚很不适合那你干脆去请个保姆吧，拜托你不要在这边装可怜了相较日本呢，我们来看南韩呢就精明的多了南韩的智库呢最近就指出了说随着北韩跟中国透过加速高层人员的交流，展现出同盟现代化的迹象，因此呢，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已经刻不容缓，而且要彻底将台湾问题跟朝鲜半岛的问题区隔处理好，那中朝关系的升温的背后呢，其实还事关了什么？图们江15公里出海口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地带。我们来看到这个图们江呢，其实呢，它就在中国、朝鲜跟俄罗斯三方的交界之处。那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呢，中国就失去了日本海出口海口。那这短短15公里，100多年来呢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打通但是随着这三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它可能就有这个出海日本海的港口咯。所以专家就说只要中国提供北韩
足够大的经济利益，还有政治保障，图们江啊，完全就可能成为交易的一部分。所以呢，南韩呐，宁愿这个时候跟中国搞好关系。好，但是我们来看看菲律宾，这个时候呢，竟然是跟中国在南海杠上了吗？我们先来请教赖教授。美国的国务院很少这么有效率啊，能够跟一个国家啊同步的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这个不容易啊！一个事件还没有发生前，美国的国务院早就准备好讲稿了，准备好他们的稿子。事件一发生以后，这个稿子马上就丢出来，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外交部部长，就是国务卿卢比奥人一到马尼拉，他可以在同步的就在这个菲律宾马尼拉的主流媒体登一个署名文章，而这个文章绝对不是在飞机上临时写的。早就都准备好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一切的事情都事先知道，知道什么事？知道在7月20号早上9点钟的时候，大陆的海警船会跟菲律宾的海军会爆发小型的肢体冲突，这厉害了啊！这一点就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美国跟菲律宾这么的同心这么的有默契，就是说，美国的国务院完全可以了解掌握菲律宾的一个小岛小舰的一个小船，他们的指挥官要下什么决心，而那个指挥官最大可能不到一个连长这么大，可能就一个排长，他能够同步的掌握到一个少尉或是中尉的决策。哇！我们对于美国的国务院他们的这种跟菲律宾的这种士兵的同心我们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那各位，您看看这个菲律宾的船舰，因为菲律宾自己本身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拍出来，因为它的视频模糊，而且又剪接的一塌糊涂。中国大陆干脆完整的视频拍给你看，包括空中的3D 的空照图，大家就已经很明显的看到菲律宾的2艘这个橡皮艇往这个大陆的海警船冲过来，菲律宾带着长棍。带了这个他的长桨，而大陆的海警拿的就是一个警棍，警棍大概不到50米这么长，然后菲律宾的长棍这么长1米多，结果拿1米多的这个有备而来的菲律宾的军人，却被大陆的海警拿的短的，也就是大概就他一半不到50米左右的这个警棍把头敲到了。你看这个菲律宾的军人训练真是有素拿长棍打输一个拿警棍的，而且还头被敲了以后，还叫爹叫奶奶哭诉说我的头被打了，还流血卖惨，这个卖惨，这个简直是人类间最伟大的事也最荒唐可笑是，同步的美国的国务院就谴责中国大陆了，同步的卢比奥就在马尼拉谴责中国大陆了，而这个时候就是在7月20号早上。这个东盟的外长他们陆续的到菲律宾来报道，准备要召开东盟外长会议的会前所发生的事，真的是我们觉得美国的国务院真的是卢比奥厉害我佩服你你有未卜先知，你有预知的功能，你真是先知先知在本乡都不被人知你真的是很委屈你了，你应该当美国的总统，因为你能够预先知道所有的事，你了不起。好，日本现在也在叫惨，日本他不是说这个南海仲裁案是有效的吗？所以太平岛一个岛有淡水、有人、有植物、有东西，而且海水永远淹不满的，不是岛是礁。从此以后，中国大陆就宣布，你日本的所有的岛屿都是礁了。所以冲之鸟变成礁了，南鸟礁也不再是岛了。既然都是礁不是岛，那就没有所谓的专属经济海域。大陆当然的军舰就过去了嘛。我判断，今天军舰过去是预备，接着就是海警船过去以后，秩序建立起来，大陆的渔民就开始进来捕鱼了。中国大陆的石油化学公司就开始进来装勘了。还有，不是南鸟礁有稀土吗？
大家的了，可以开采啦。好，所以我觉得日本送给中国大陆一个大礼，大陆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收了。日本现在哇哇叫，但是他又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日本。谢谢这个南海仲裁案。好，接下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这个我们第一次看到菲律宾离开坐滩的船，坐上了这个桥艇，第一次啊下来，然后第一次。那冲撞呢？我们来看看，菲律宾是用文字来叙述，中国大陆是用视讯，有没有视频来给你看？所以是非对错已经够清楚了。而且我非常支持赖老师的讲法，这是一场被指挥下的行动，因为30年从来没有自动离开，然后大陆应该采取把他干脆就抓走带回家算了。我过去被你打了以后说你打我，干脆就带走算了嘛，因为本来要抓人还不方便呢，既然已经下来了就顺便了我讲这个是题外话，但是一个是用话在叙述，一个是用视讯在说明。我讲答案已经够清楚了。那第二个呢，整个的东盟也好了，整个的这个南海国家相关的国家呀，现在是一个现实比人强的情况，所以整个的南海行为准则唯一挡的就挡在菲律宾，因为南海行为准则只要一签署通过啊，很抱歉了，美国、日本要干预是困难的。咱台湾人讲一句话，抓头没你的名，抓尾没你的名，这整章的里面都没有你的名字。南海行为准则有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自己按照这个准则来做，你不是这个当中的一员，你是没发言权。这个就是美国一直要用菲律宾来阻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了。那再过来呢，这个整个的东盟会议，这时候到底中美的外交官会不会碰面，还是会碰面了？因为两国要处理的问题，菲律宾这个叫先界之急啊，两国之间要处理的是世界的心腹之患了，只不过形势比人强了。菲律宾你看叫了大半天，整个的东协的国家没有人声援他，因为谁都知道你是被人家当咖喱羊啊，当这个傀儡在玩的，对不对？你要喜欢当，那你就去当嘛，我们干嘛跟你扯在一起？第二个呢，他们要号召整个的东亚国家来对抗中国大陆啊，也对抗不起来。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你菲律宾在跳，其他并没有把中国大陆明显的视为是他的敌人，至少他没有这样子。所以菲律宾在这里要玩下去很难。至于日本心态非改不可，日本心态不改很惨。我很简单的讲，中国对日本没有野心，但是日本对中国不甘心。什么叫不甘心？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在八国联军的时候，一排的白人就是一个日本人；在国联的时候，一排的白人就是一个日本人；在 G7、G8，一排的白人就是一个日本人，就是从来就是脱亚入欧雁型的领导者。以前日本来讲嘛，亚洲要飞，他就是雁嘛，他是雁头，其他的跟走。现在这个雁不见了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大陆的军力国力比他强而恐慌，他不是恐慌这个，他恐慌的是他当时代表的西方在亚洲的地位，这个领导的身份从此一去不返了。这一种恐慌，这种被超越的恐惧啊，是形成他今天很变态的行为。这我用变态的行为，因为你只要用现实的角度来看，他今天在撑什么？最后我讲，没有美国的支撑，日本在亚洲是不能干什么的，尤其现在的情况。那当美国要不要很强力的支撑呢？我看美国政府最起码在这个现目前的情况下，声言会有行动，那算了啦。好，这个美国的态度呢，我们就来请教方格律师喽。首先，不管是菲律宾或日本，那美国是跟这些国家算是盟友，有条约。所以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是不得不说话了。那就像李委员刚刚说的，好像是美国有声援，但是没有很实质的行动。这个也是了，因为说实在很难说服川普总统，因为类似的冲突，你要有大型的军事行动，这个真的是很难说服他。他懂是有条约，他懂了，那美国不得不发言表态。这个川普也是懂了哈，他说 Rubio 好了，你发一个声明稿就好了。川普就觉得让我到这个地步就够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第7舰队为了小岛
我要派第7舰，尤其是我们正在伊朗打仗，而且我已经受到很多批评，我没有达到伊朗战争目标。所以川普是懂有这个条约，他懂是盟友，就算北约是一样的，很多人认为川普会退出北约，但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俄罗斯入侵波兰，那川普懂，那美国是不得不出来，地面部队要来帮忙，但是小岛离美国这么远，虽然有条约，他懂有条约，但是为了类似的小型的冲突，有大型的动作，那川普真的是不会了。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顾问有跟他说，我们真的要有实质的动作，我们要表现我们是菲律宾的盟友。我相信川普说我不要了，我真的不要了，所以那就导致驻菲律宾大使，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有发声明，国务院也有发声明，但是问题来了，这个驻菲律宾大使刚到任而已了，不久了，他是在今年5月才通过参议院，而且他不是职业外交官，他也不是军事系统出来，他是川普的老朋友，他是有钱做生意人了。大家都认为他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什么了解，中国也知道，菲律宾也知道，所以川普不是很重视这个问题，说实在了。好了，不过我们来谈到对抗中国，现在美国还有哪一些牌呢？尤其呢，川普也是非常的期待习近平能够来访美的。我们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又是卢比欧，他就说到啦，美国预期行程在9月，中方持续派遣团来进行准备工作，没有提到其他说法，所以呢，没有理由相信访团不会来，这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薛瑞福啊，也是睽违7年访陆。要率 USCC 要求呢政府中国的政府官员、学者以及 AI、生物科技、机器人等关键产业领袖会面。委员会也表示啊，在本周呢这一趟实地考察行程中呢，也将会与中国驻中外交官以及在陆营运的美企代表团会面，要来检视中美的经贸还有国安风险啊。但是啊，美国最希望中国能够买的大豆，现在好像又是被巴西给超越了。来看到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呢，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6月啊，中国进口的巴西黄豆1208万吨这个年增13.7%，同期进口美国黄豆只有127万吨，是年减20.6%的。所以呢，中国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的大豆差距呢是越来越大了。不仅这个大豆没有买，甚至说好的稀土呢，好像也没有卖。这个也是中国海关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出口美国的稀土磁铁，平均每个月479公吨，相较之下呢，2022到2024年是平均有586公吨的，所以数量呢又减少了哈。不止呢拿不到这个稀土啊，所以呢，现在美国政府干脆就直接叫你国防承包商，你都不准用中国的供应链了这个呢是白宫的贸易顾问呢，他说什么？说呢，就算是便宜，也不准去用中国的国防供应链还说呢，清查供应链是为战场来做准备，强调呢，在冲突爆发前呢，必须要掌握军事装备是否受限于外国的供应商。但是何止供应链啊，中国的 AI 模型也是又便宜又强大又好用啊，所以现在啊，美国说这个 AI 模型也要进什么呢？这个 Kimi K3， 因为它的参数达到了2.8兆所以啦，干脆呢就是不要让你去用好了，避免我们遭到中国给摆制。那但是内部的这个对于这个禁令呢，声浪又再起了。像是美国的 AI 学者就喊话说中国的 AI 模型呢已经快要追平美国最先进水平了美国不可能在这场 AI 竞赛中获胜，所以应该要停止把 AI 视为零和博弈，应该是转而探索国际合作，还有公共产品路径。不止要跟中国竞争，美国自己现在还在干嘛？还在跟伊朗打仗呢。而且纽时就爆料了说上周呢，伊朗对驻约旦美军的4起攻击之中呢，还额外造成了数十名的美军伤亡，但是呢，战争部隐瞒部队伤亡的资讯
好，虽然呢五角大厦后续就反驳了，但是也证实啦，确实过去14天在跟伊朗的冲突中呢，造成了将近100名的美军受伤，而且仗打到现在，连美国自己的战略石油也创下了43年的新低。来看到上周呢是大幅减少大约510万桶原油，使得库存降至3.114亿桶，是创下了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纪录。这就显示了什么？显示呢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还有国内能源政策的调整下，储油的状况呢是再度不足的。很奇怪，川普不是说我们美国的页岩有很多吗？怎么仗打到现在呢，连能源都出现问题了呢？我们先来请教赖教授。美国政府这段时间啊，因为9月24号，这是川普自己宣布说大陆的国家主席会去美国访问，这是他宣布的日期。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啊，美国的做法好像都不是很友善啊，例如说，包括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南海的这种伪仲裁案10周年然后我们看到美国就拉了14个国家去签署这个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大陆，这是不友善的一个举动。另外，川普在演说的时候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演说，但是美国的几个主流媒体就是不想登他发表了25分钟的演说中，他直接谴责中国大陆，说中国大陆介入他的选举那这个也是不友善的行为。这次菲律宾又闹事了，闹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也就是大陆也是直接就挑明说了，就是背后的就是你美国人在弄了直接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讲得这么的白了。那这个也就是告诉你，卢比奥就是说你在搞什么我都知道，你搞的这些都是让中美关系不愉快的事，我都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中美元首还是会会面，大家就在问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川普是美国这几任总统以来，他是最想展现他是元首就是国家领导人来主导一切的这个总统，他的意志力好像很强大。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事、所有的决策、重大的决策都来自于我川普我说了算。所以他一直要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元首的领导力那中国大陆主张的就是元首引领，也就是国家的老板国家的元首，大家把事情搞定了就搞定。虽然这个体制对很多国家来说不见得完美，特别是对美国来说，因为川普可以今天在马克龙的见证下跑到凡尔赛宫，凡尔赛宫在欧洲是有历史意义的，在那个地方签了好几个重大的条约所以跑到凡尔赛宫，在马克龙的见证下签了 MOU， 马上可以撕毁。那所以大家对川普的这个画这个字画这么长的这个字到底有没有意义，大家都已经怀疑了。好，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川普的这个签字的这种法律效率跟诚信是如此的脆弱的情形下，那就有瑕疵啦。有瑕疵了，还有没有必要跟你进行元首引领呢？还是有必要。为什么？因为除了你川普以外，美国的体制中还有谁能够跟你走向这种有效率的这种政策的磋商？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可悲、可叹、可怜的美国因为美国的现在就正被这样的一个总统带的在国际间诚信扫地，那么元首讲话没有信用，但是即使有这么大的不完美，还是勉强跟你说一下吧，因为知道你会说谎，知道你会欺骗，知道你会撕毁合约，但是呢，不跟你谈，跟谁谈呢？因为其他人更可悲，更可怜。你想想看，一个国家完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为 Russ， 还好你不在美国，还好你在台湾。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伊重新开战，但是美军竟然想要隐匿伤情吗？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这个我想很现实的摆在眼前，美国想不想结束这场战争？他绝对想，但是他要面子。伊朗想不想结束这场战争？他想，但是他在目前的状况下，他不能感觉是被逼来投降，或者被逼来签署，所以一边想停要面子，一边想停。
但不愿意感受被逼。但是刚好这个是一个冲突的情况，所以我看这一次的停战协定啊，怎么看怎么像当时在韩战的停战协定的前夕一样啊，每一个人都想办法要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在会议桌上来逼死对方做最后的签署，好像有点类似，所以最后打了一场上甘岭之战才来决定。我不希望这一个历史的悲剧会在这里出现，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一个横跨的这个阿拉伯半岛的红海也罢，这个呢荷姆斯海峡这一边也罢，现在简直乱成一锅粥了。那到底美军伤亡的有多少？2位，这是白宫公布的，这个就是7月2号。可是呢，昨天7月19号里面呢，这第2次的攻击里死伤就蛮多，因为他攻击的地点刚好就是萨尔提空军基地啊，有人把它换作阿克拉克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呢，是美国用来压制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一个单位，那距离伊朗是蛮远的。可是国民的攻击在这里，某种程度也在相当程度的来压抑这个美国最后能够出兵的地方。那不管怎么讲，这一场仗再这样子搞下去啊，全世界大家都受害，一个要面子，一个不愿意被压迫。但是我还是最担忧的就是，当伊朗的革命领袖说这是要报仇的，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也不是哪个官员的问题，这是一个我民族宗教的问题。那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天下大乱。没错，就难结束了。我们休息一下，观众马上回来。好，美国有没有重启战事的这个底气呢？我们来请教方格律师。我其实越来越担心过完期中选举，如果伊朗没有大让步的话，这个军事冲突会继续交火下去了。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李胜峰，应生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观察家方安格，大家好。好，台湾的毒油事件是闹得沸沸扬扬，而且725呢，好多人都要上凯道去抗议政府了。但是呢，政府有在关心人民吗？我们来看到啊，这个725上街头啊，我是人，我反对独台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啊！所以呢，现在网友就酸啦，说民进党啊，他根本就不敢台独啦，只敢去台独啦。这个毒呢，是毒害台湾人民的毒，而且大家都觉得现在赖总统就像是一个皇帝一样，在事发了之后呢，还敢去台北宠物用品展，再跟这个福寿的董事长洪尧堃一同剪彩。甚至还有人说啊，这个赖皇帝的下面呢，就有这个毒油4人帮，分别是谁呢？就是行政院长卓荣泰，还有食安主任的徐府，以及石崇良卫福部长，还有这个食药署长江志刚，这4个人就是在残害全台毒油盖牌的毒油4人帮。而且现在啊，为了要护航中央，又有这个奇葩言论来交棒了。因为之前呢，林静怡啊就说一己之爱物本偏皮，就大家如果真的怕本偏皮的话，你不要吃鸡排算了。这句话呢就引发议论了。结果啊，作家苦苓竟然出来帮他喊话说林静怡这个话虽然很蠢，但是是真的。他说啊，如果我们的油会吃死人，那么中国会比我们多死5倍什么时候不比中国？比毒的时候就去比中国。来看到呢，他还进一步表示啊，所以说呢，吴峥说的没错啊，真的没有人逼你吃，没有人逼你吃吗？你只是不告诉我们，不让我们避开而已政治没有逼我们吃没错没错。苦苓也提到啦，说神农氏说过，万物都有毒，不要独孤一味，每一样呢都吃一点点，其实就无害了不用大惊小怪。如果无害的话，你为什么要定标准呢？那你就开放让大家吃个过瘾好了那油品这么多，大家吃了这么多，难道真的是每一个都摄取一点点吗？看起来现在不是这样子好，而且现在呢，
问题出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就又急着要重新上架了，甚至就连石崇良他自己亲自来开记者会的时候也说了，说合格的19批油品啊，已经可以依相关的规定重新上架贩售了，甚至强调啊，当初呢为什么只要求说第一层的油品下架是因为他们考量了国际标准是一致性，甚至把中国标准是10 ppb 都拿出来了，真的是只有在比毒的时候才敢拿中国标准来比啊！而且呢，双标的是什么？石崇良呢也特别去感谢高雄啊、台南的相关卫生局同仁，这段时间啊，积极的去稽查查核油品供应的安全这个时候就只感谢南部的南高2县市，那其他的中部、北部查得这么辛苦，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好，所以说到这个南北不平衡呢，不仅仅是这个茶油感谢油品的这些部分啊，就连演习也是一样，南北双标准。好，来看到呢，这个断网演习啊，就只有北部要没有列这个南部，所以中北人民是塑胶吗？但对此呢，总统府发言人就说了，我们这个8月的演习不是要断网啦，是降速演习，要让国人知道备援系统可以转到固网啊、WiFi 啊，或者是其他情势。但是被问到了说，那你为什么只针对中部跟北部呢？总统府发言人又说了，是因为手机使用人口密度综合考量中部、北部的人口占73%，所以手机使用密度也最高加上南部过去呢，就曾经经历过真实情境。什么时候经历了真实情境呢？原来是风灾断网的时候啦。我就怀疑郭雅慧你在偷臭南部但是呢 ，NCC 怎么解释是只有南部不用断网呢？他的解释也很妙。他说，南部上午10点演习是台股交易时间降速会影响股民下单，恐怕会引爆民众不满。奇怪了，你既然说上午10点是台股交易时间，那你南部也可以比照北部，在下午的时候去进行这个演习呀？怎么这个时候又双标了呢？好，那网友也开始说啦，说原来演习的时候解放军登陆还会先看是哪个县市执政的断网的时候还会特别避开绿营县市NCC 说南部股民会生气所以中南部中北部的人民都是塑胶的吗？这样的说法你能够接受吗？网友就说啦，谁不知道手机没讯号的时候可以找固网？这个理由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呢？还有人说真的天灾断 WiFi 也不会有又不是人人都是郭国文，就他的手机有讯号。还有人说怕断南部网络是会怕唤醒了南部乡亲当时断网的记忆，但是你都敢去偷臭南部有经验了所以你现在民进党呢，真的是在搞什么南北不一致吗？我们先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个今天刚好第一段谈的是国内的油品的问题刚好我们的节目里面有来个美国的朋友我们才很丢脸，真的丢脸了，丢到极点民进党到现在为止采取了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策略。那么过去呢，在12年前呢，发生了那个油事件的时候那马政府的反应就天天道歉，要么就下台。所以你在新闻的操作上应承，你应该很清楚，任何一个道歉就是一个新闻的发酵，任何一个下台就是一个新闻的发酵。所以呢，民进党就发现了一个道理，与其回应那不如就是一个巴掌，一个巴掌你应该把它拍响那就不容易拍，所以他就在那边熬，就在那边撑，看头够深就够哪一天能不能混过关他还是在搞这个事情。换言之，在他的心目中里面，政党的利益是第一，厂商的利益是第二，人民的利益去他的，想到再说吧。那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暴露出来的一个什么问题？就骂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他已经骂得他嘴巴都酸了所以我们今天仔细来看一下，20几天了，到今天为止，我请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运输，出在种子，出在依恋，出在装瓶，到底是哪一个程序？到现在交不出个所以然来的，这荒不荒唐这真的是荒唐到极点。那在我看起来就2个问题产生了，这2个问题都是严重的。第一个，没有能力去检测，因为我才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嘛。现在问题都是我们猜的都不是权威性的答案第二个出现是什么？就是
任何一个食品的管制，它有一定的流程跟程序。显然，这个流程跟程序这几年来是空置的。假如这个流程程序是顺利的，我应该很容易就可以从这个程序里面去找出问题在哪里。所以，第一个没有验出的能力，第二个凸显我们在整个的食品管理上是图具具文呢，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处理。第三个呢，更严重的让我们社会觉得很难过的，只有政治的颜色啊，没有黑白，只有蓝绿，没有黑白。是这个社会怎么是这样子呢？充满了巧言令色啊！不管是今天是林静怡讲的，哪一个官员讲的，我看法只有在辩论赛的争口舌啊，我们没有看到论是非的争对错啊。很多话有没有道理，是违反常识，就是没有道理。你吃下毒啊，不会毒死你啊，你怕什么？这个就违反常识的讲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吃了很多东西，也不会吃了马上就出问题啊。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能忍受吗？但是他就告诉你，嫁了不要紧了。昨天来告诉你呢，还有公园呢，不，这个我们的中央就院长还教你呢，喝水就好了，喝水就好。我告诉各位啊，就有一个人很笨啊，他看到一个教授啊写了一篇论文说吃鱼会聪明啊，他就写了一封信就问他，以我目前的状况，我要吃多少鱼才会聪明？那个教授回答说，可以，你只要吃一只杀人鲸，有没有？你就可以变聪明了。这不这是一样的道理吗？我要喝多少水？是的，吃下去不得已，喝水是一个办法。但是作为政府的官员，你顶着一个权威，不能讲这样的话。那个话是我们在安慰已经吃下去的人，不是一个讲法。那至于这一次的演习的断线呢？我现在只有坐在这里，对我们伟大的政府表示佩服佩服的不得了。为什么？你只要去看全世界有没有做这些断线的演练，都有；有没有这个网络的演练，通通都有。但是我们很精彩，请各位想一想，方法上我们是用断线来做处理，就把你断掉，然后看着全世界是说我被断了，我们怎么办？真伟大哎！你不管发生战争的乌克兰，包括了现在的俄罗斯，过去的俄罗斯在内，或者最常做这样演习的美国在内，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说断线了我们怎么办？或者就是用模拟的状况来推估怎么办？或者是在限制的范围内，就是有限的范围内，因为断线的造成问题不必全面性嘛。那个道理，就是我们采取小样本呢。我们现在不是抽样我们是大家一起来我靠，我真的佩服他，佩服到极点了。这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我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大半天，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演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看了大半天，然后国防部长出来说，这又不是我设计的，我快疯掉了。你要把我们断线了，那结论是目的干什么？我不知道。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呢，地区的选择，那也是更精彩。照道理讲，应该是从小的地方造成的冲击少，然后那个经验所得用到大的地方。他不是，他一开始是用最精华大的地方，然后呢再有小的地方。人家是由简由易而难我们很聪明，我们是由难而易。那人家大台北这种精华地区这几个的精华地区。经济上出问题，你该怎么办对这个政府，我现在越来越充满了佩服了，佩服到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的，民进党的逻辑真的让大家大开眼界。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们的农药要不要标示要标示。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人喝了农药，政府说我又没有叫你吃日本的福岛的食品他们要求一定要做标示要做检验，而且要告诉你说这个辐射质量会癌症，会出人命的。欧洲说你日本的食品要进我欧洲，你一定要做检验，而且你要自己检验，要符合我欧洲的标准，你才能够进来。如果没有符合我欧洲标准，你就不能进来。所以台湾的一些很多的农产品或是食用或是工业产品，它都会有标示。
就告诉你说哪一些会致癌，你的纺织品、你的鞋子、你的什么啊，你哪一些地方会致癌的，你就必须要降到我的标准之内。所以他们的政府就会管控说，那进到我欧洲的政府来的这些产品，相对来讲就比较安全了。因为这样的话，我的居民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这一些经过允许通过的产品。可是如果说有政府因为怠惰而造成大量的会造成人生命的伤害的产品进来，那要追究责任。追究海关或是追究哪一些管控的地方他们出了问题，结果我们在台湾却发现说没有人叫你吃所以不用追究政府的责任，也不用追究管控的责任，也不用追究厂商的责任，什么都不用追究。而他最后的话说，什么东西吃不死人啊？神农都说什么东西都有毒，你都吃了就不会死。那这样的情形下，你还要去设标准吗？你干脆食品卫生署就把它裁掉了，因为不需要你了，你根本没有作用。那赖清德跑去这个宠物节，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的宠物现在发现它的宠物食物里面有很多致癌物，会让你的狗狗、猫猫吃了会死的，而是大量的发生，你今天赖清德敢不敢去宠物节去剪彩？你敢不敢去？你绝对不敢去，因为你会被大家骂死。很多人爱这些动物，可能比爱人还要重要，还更重视。那你今天哪一天，如果我们真的有发生了这些宠物的食物里面有某种细菌、维生素，或者是寄生虫，或者是毒物，或者是致癌物太多，造成很多动物它的宠物大量的死亡，我看你要不要负责任？你要不要下台？我觉得民进党当局不能够因为颜色到说我没有叫你吃又没有人叫你吃，这是政府的责任，不然我们就不需要纳税，我们不需要缴税，告诉你说我们来养你这些公务人员，养你这些政府官员，我们都不用缴税了嘛，因为不需要你了，没有你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你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不应该要纳税，我们不应该养你们，你们被我们养的，你就应该把事做好。那现在一个演习还分大小眼绿营的县市就不用，蓝营的县市14个县市，那么就要断网。这个对于蓝营的执政的县市来讲，是被歧视的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我觉得一个地方一个民进党为什么老是要采用这种歧视性的行为对自己的民众，这很不对的。不要忘了，蓝营执政的县市也有你绿营的人所以民进党继续这样子离谱的说法，难道是想要为725的凯道继续点火吗？我们来请教方安格律师。我先回应一下李委员，因为他刚刚说这个说丢脸到国际，其实国际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外媒根本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太多外媒已经被收买了，他们写台湾的新闻几乎都是配合政府了，所以外媒写这个台湾负面的新闻，除非真的有人死亡的话，应该不会写了。而且我告诉你，如果出现在外媒的话，你知道会这么写吗？都是地方政府的错。我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说是中央政府的错。如果外媒写这则新闻的话，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每次有在台湾发生类似的事件，那不管是交通事故或食安问题，我们都会发现很多政府的，尤其是很高层市长级、部长级，他们真的没有这个危机处理的能力，好像他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这个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训练，不知道怎么面对媒体，不知道怎么在第一时间到第一线说我会负责，我会处理，几乎都不会这样做，会说是是。我没有逼你吃啊，对，我没逼你吃是你的错，或是地方政府的错。那到目前为止，有人会说，我来处理，就是我的工作，我来处理，大家要放心，我们会处理。没有这个人很直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或许晚一点会有了。
但是都已经要1个月了第一时间是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台湾政治文化的问题，但是我也是觉得，因为我已经在台湾30年了，我觉得我每次发生类似的事件都是这样。没有人在第一时间说我来负责，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其实因为我在这个食品业这个行业，我有很多客户了。那其实台湾相关法规一大堆，写的非常多，很多。那偶尔不清楚的地方的话，那找我们律师来帮忙啊。但是有一大堆相关法规啊，所以其实有发生类似事件，那的确是有人违法违规的行为，不是灰色地带或不知道，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相关的法规，所以比如说有时候客户要进口什么国外的食品，那因为小的问题就被拦下来，不管是有海关或其他的单位了，这个也是常常发生的。那所以其实完美的法规台湾已经有了，那真的是执行的问题。那老问题就又来了，就是中央说是地方，地方说是中央，到底是没有人愿意负责的。那另外对于这个断网演习呢？美国之前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从来没有听过美国有这么大型的演习，但是这个是很难做比较，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问题，那当然美国跟台湾是不能类比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演习是该做的，但是问题是讲得不清楚了。那你讲不清楚，那为什么大家会相信你？这个是该做的。那如果有人不管是国防部长或国安会相关人士一样，第一时间你站出来说，因为什么理由，我们不得不进行这个演习。虽然大家都半个钟头是有一点困难，但是真的是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要做。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这样很清楚讲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演习了。我补充一下哈，简单的说，美国曾经做过这个演习，但是他做的是说是被骇客那么入侵了，把美国的网络断掉了。但是问题就在他们并不是做实际上的演习，他们是做这个在这个演习情境中，就是虚拟的一个演习，来推算说很有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多大。可是他们的老百姓，他们不会真的跟你断网或是减弱，因为这影响你的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的说我今天把你的美国的所有的公民的手机所有的网络电脑全部给你断掉断30分钟，他们不会干这种事的啦。全世界只有我们这样，只有我们这样做。这美国是用抽样本的，样本或者是在固定的范围内，或者是推敲的，它不是这样。这是台湾全世界第一次，只有台湾这样断给你看，奇怪了，我们的赖总统不是说我们台湾的经济很重要吗？我怎么一开始马上就跟你断网来试探我们的经济韧性吗？真的是不太清楚这个民进党的政府在想什么。